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这2年时间以内啊，大家看在我们的电视剧荧屏上啊，新三国、新红楼、新水浒，到最近播出的张纪中版的新西游记陆续出台。那么总起来我们看评价呢，应该说是批评的声音多过赞扬的声音，尤其最近张纪中版的新西游记更是恶评如潮。盗用网络上流行词汇说呀，新版的西游记没有最雷，只有更雷。对于这个新版西游记啊，很多观众朋友啊，最开始难以接受的就是里边的人物造型。那么主要人物无非是那4个：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这个难以接受呢，咱们可以一一给大家说一下。你比方咱先说这唐僧，其实唐僧啊，在《西游记》里边呢是不可或缺的人物，但却是形象最为模糊的。只要是长得呀相对英俊点，他不英俊能那么多女妖精什么女儿国王都相中他吗？再一个呢，一定得端庄嬉皮笑脸的，那也不行。所以唐僧这个演员并不难选，选一个相对英俊点端庄点就够了。孙悟空的形象这个没办法，六小龄童当年给大家印象太深了。而新版这个《西游记》呢，想要突破六小龄童那个形象，等于另做了一张脸。据说做这个头套和这脸花了不少钱，可是大家不买账，为什么呢？做这个形象啊，有点跟我们传统当中很灵那种猴王形象不一样了。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伏地魔，就跟哈利波特里呢伏地魔那鼻子，你看跟这孙悟空鼻子差不多。其中最雷人的就是这个猪八戒形象。过去老版《西游记》里头那猪八戒，他是猪人神三者的结合，挺大个耳朵，挺长鼻子，小眼睛，还显得挺可爱。可是这版的《西游记》呢，为了所谓的忠实原著，真就按猪的形象给他塑造的，就整个这猪八戒就是个猪头。说实在，新版《西游记》我没看多少集，我最埋汰的就是猪八戒的形象。每当电视里出现新版《西游记》猪八戒的形象，我就全无看这个电视剧兴趣了。我是来看猪八戒的，我不是来看猪的。看猪我上养猪场，完了我到你这看这干嘛？所以总体来说，我们说这个4个人物形象跟老版《西游记》比来说，一点不占便宜，有的地方还大大吃亏了。那么当然了，对这个人物形象的诟病呢，仅仅是对新《西游记》恶评当中的一部分。我们下边来看个小片，来看看大家对这个新版《西游记》都有哪些意见。其实啊，刚才我们说这些毛病呢，作为新版《西游记》的剧组，有很多人站出来解释，说你这个特效效果啊做得不好。张纪中就说了，你不能要求我按照变形金刚、指环王、侏罗纪公园的标准呢，人家是拿几个亿美金往这个1部2个多小时的影片上砸，我这总共60多集电视剧，我就1、2个亿资金做特技，能比人家吗？包括张纪中本人也说，猪八戒那个形象在原著里就是那个猪的形象，还是显得很凶恶的，类似野猪那个形象，我有什么不对啊？可是这一点我们说，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艺术的真实，猪八戒他不是活生生的一头猪，他只是错投了猪胎，本身人家是上苍的天蓬元帅，这是神，而且到了下方转世投胎呢，他又到高老庄入赘，他又是人。所以过去老版拍那猪八戒神人猪三者结合是很准确的，你这把它单纯从外形就变成一头猪，这个无论如何让我们每个人没法接受。就说艺术的真实不能等同于生活的真实。那么这些片子现在我们看，从这个三国到这个水浒，然后是红楼西游来了个遍，就对于新三国和新水浒批评的有，夸的也有，算毁誉参半吧。可是对新红楼和新西游记骂声一片，就是批评的声音远远要多于赞美的声音。咱们去年广电总局也曾经在开会的时候提了一个意见，就是最近呢是不会再批古典名著翻拍的立项的了。说理由是什么呢？由于你这里边新的改动很大，容易使一些没有看过原著的80后、90后一些青少年错误的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4大名著。因为这里边有的导演改的地方特别雷人，看的人以为这个就是传统的4大名著，那会产生歧义。
而且短时间这么来回翻拍，对社会资源是一种巨大的浪费。那么说到这儿呢，咱们有的观众朋友会说，他既然骂他们的多，说他们拍的不好，恶评如潮，怎么他还拍呢？什么闹的呢？就是钱闹的。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就说这个翻拍也干啊？就不管多大投入，拉着投资我就干。为什么？他也确实挣着钱了。一个是我们现在编剧的资源非常匮乏，找个好本子特别难。第二个呢，这个翻拍本身就容易吸引眼球，对经典的翻拍。你看咱们刚才说这4大古典名著拍出来之后，这4大古典名著最少都赚了1个亿以上。因为你一说拍4大名著，马上大家都关注了，这4大名著中国人尽人皆知啊，你也说我也说，就不用你怎么炒作，眼球经济就有了。而且拍出来以后呢，各个电视台知道有人关注，有收视率，那好，我愿意花高价买，制作方挣着钱了。电视台买回去之后，有人关注，有收视率，那广告也不差。所以这样一来是双赢，大伙赚个盆满钵满。你说那何苦呢？我不拍这个呢？我是觉得在这个时候，咱们的管理部门说不再立项翻拍，这是个好事。因为这几年我们总体来看呢，在这个4大古典名著上投入的钱有好多是浪费的，并没有拍出精品来。如果我们搞个调查，是新版好老版好，你会发现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是老版好。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咱们说首先有一点你得承认，什么叫先入为主，就是过去我们看过那老版，那时候也没得可看，那个时期又没有丰富的文化生活，也没有那么多的电视电影可以选择，就给我们留下深入的印象。这个印象非常深刻了以后呢，你就会觉得自己心目当中那个人就那个样子。所以等再出一个新版的，你会怎么都看不惯，因为老版的先入为主。第二点呢特别重要，新版和老版的创作心态是完全不同的。你就拿《红楼梦》说，新版的《红楼梦》呢，1年以内要完工，7、8天就得拍一集。老版的《红楼梦》呢，甚至1个月拍一集。而且那个时候计划经济时代也不着急，慢慢来，他有的是时间来磨这个东西。虽然没见在创作上呢，他也没有受投资方啊什么制片方啊多大的压力，导演和演员呢有时间琢磨。你看老版《红楼梦》选完秀之后，聚集到大观园里边，天天大伙就研究这个戏，慢悠悠拍3、4年。那个时候慢工出细活，现在萝卜快了不起泥。所以这个新版有的地方抠的就没老版戏。在第三点呢，新版里边加了很多特技，投资也大，场景也大了。这些东西一大了，导演就分心，他可能在挖掘人物这方面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力气，所以往往使这个新版的人物啊，有时候就单薄不少。第4点特别重要，现在投资一个新版的这类4大名著，各个利益方掺和到其中，有的那演员都不是说你演的好我让你来，那背后都带着投资过来的，投资方说你就得用他，不用他我就不投钱了。其实我们所要求的很简单，就是你4大古典名著里头好多导演想的标新立异雷人的地方，你能不能少一点？你得做到忠实原著。很多人说我也忠实了，就按那来的。忠实原著不是忠实原著所有的那些细节，而是原著的精神你要体会。我认为有相当多的导演根本就没有抓住4大名著里的这种内容实质是写什么，就按照里的胡乱的就拍一戏。忠实原著首先应该忠实原著里头的现实主义精神。你不要以为《西游记》是闲扯，《西游记》是对那个时期中国封建官场和整个封建社会构成的一种非常现实的反应，它借助魔幻色彩来反映。而且同时那个《西游记》里边呢，还写了好多中国人的劣根。可能我说红楼啊也好啊，三国也好啊，水浒也好啊，咱们有不少朋友说过去学这个文学课本里都说这里面有现实主义色彩，这还好理解。你说《西游记》有现实主义色彩，我怎么就没有看出来呢？那是你没细看。正好今天咱们借这功夫，我给大伙说说我对《西游记》现实主义色彩的理解。首先一个，咱们看孙悟空。孙悟空咱们齐天大圣，这是个反叛主义英雄的典型，对不对呢？不对。吴承恩写孙悟空根本不善这路。孙悟空如果想追求自由自在，他在花果山待着那时候是最自在的。
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玩呗。可是孙悟空有了欲望，有什么欲望呢？他不想这么过一辈子。当时给他的寿数是他能活342岁，他不干。他想干嘛呢？想像神仙的佛一样长生不老，想进入到那个统治阶层去。所以孙悟空才要拜菩提老祖为师。他最后的造反是什么目的？无非就是吸引天庭，或者说宗教权力的重视，如来佛对他的重视。你看长生不老，镇元子那有人参果，王母娘那有蟠桃，太上老君有金丹，这都掌握在仙佛手里边。你普通妖精想长生不老，只能铤而走险，像白骨精似的要吃唐僧肉，最后一棒子给打死，付出生命的代价。所以孙悟空呢，把他弄进体制内，这就有一个好处，让这些邪魔外道知道，你要通过努力受招安，你就能享受好处，有利于皇权和宗教权力的这种统治地位。所以孙悟空这个形象是吴承恩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描写来说出中国封建社会的时候，怎么样把这些散落在民间的精英并拢到体制内去，有利于这个体制的稳定。所以孙悟空这个形象并不是一个造反的形象，它是体现了封建社会它的一种驾驭的技巧，只不过是世俗的皇权没有把他招进来，而被宗教的权力给把他招走，被如来佛给他弄过去了，当斗战胜佛。而且《西游记》整个这部书，吴承恩写的是什么？就是写的如来佛祖如何下一盘更大的棋。所有的这个故事情节和扣，如来佛祖是整个西天取经的总策划、总导演，观音菩萨是执行总监，下边唐僧、孙悟空，这就是一个演员小团队。你看的是唐三藏到西天取经，其实是西方的这种宗教如何往东方推进的一个过程。为了完成对皇权的影响力加大，以及把自身的宗教影响扩展到东方，为了这两大神圣的目的，如来佛祖下了一盘天大的棋。什么棋？他充分的利用了孙悟空。孙悟空一开始跟谁学师？菩提老祖。菩提老祖是谁？就说好像听这名像道家的，不是。菩提两个字就是跟佛教有缘。关于菩提老祖说法，有人说就是如来，还有人说是如来10大弟子里须菩提。但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考证一下准确点说法，这个菩提祖师其实就是佛祖的另一重化身，他来点化孙悟空干嘛呢？等于制造了孙悟空这么一个有本事能捣蛋的，然后通过孙悟空来挑战世俗的皇权，把如来佛搬出来来压孙悟空，压住了孙悟空，岂不是皇权欠了宗教权力的一个情分？那么然后呢，给孙悟空设计一个救赎的场景，你要西天取经，通过这个来完成佛教由西方向东方的这种渗透。所以这如来佛祖是一面扩大自己宗教的影响，一面加强对世俗皇权的影响，这是他下了一个天大的一盘棋。所以他这里头你看，唐僧是他的二弟子转世，金蝉子转世，孙悟空是他要收编的精英，白龙马呢代表龙族势力，也是地方豪强。猪八戒跟沙僧本来是天上的卷帘大将和天蓬元帅，把他俩收进来有个好处，这等于皇权里头的一份子也进入到了既得利益集团，这可以减少取经过程当中的障碍。所以这个过程是多种利益均衡的结果，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西天如来佛祖，最终呢他功德圆满了。我说这个不是我平白无故讲，这里头有好多证据。什么证据？你看最典型的，这个唐僧肉吃了能长生不老，这个谣是谁造的呢？你那么想，西天取经下来，唐僧是一定不能被消灭，他是领头的，所以他不能被消灭，他就不能被妖怪吃了。可是唐僧还得经历9981难，这些妖怪还想吃他。有人说不都想吃他，还有想跟他结婚的嘞。你像那白毛老鼠精啊，这些你注意，想跟他结婚的也是长生不老。这里边老鼠精、蜘蛛精这些人都说过什么话呢？唐僧是童男子，身上有真阳，若把这真阳摄取了，也可长生不老。所以这些妖怪的目的是一样的，没别的途径啊，只能通过这个。那仙丹什么的蟠桃他也吃不着，那给仙佛的
他们想通过从唐僧身上获得长生不老的秘诀。那么这些妖怪你不能让他得逞，得逞了唐僧就没了，但是又得有9981难磨练他，得先放出风来，吃唐僧肉长生不老。这个谣其实就是西天如来造的。那么你看唐僧一路上绝对不能被吃掉，所以设计了若干场景。这里头40多波妖怪，有一多半呢是带着使命的角色演员，像天上奎木狼下来那黄袍怪啊，什么这个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精啊，这都是天上下来的，都是皇权跟宗教的权力互相一商量，你给我派几个角色演员来，或者本色演员也行，你下来帮我演这个戏。所以这帮人是不可能吃唐僧的。你看把唐僧绑上了，下面喽啰，大王快吃了唐僧肉吧，保准这时候孙悟空来叫阵来了，妖怪出来。这时候这大王会说了，得咱们呀先把这猴头抓了，然后一起煮来吃，免得刮噪。所以这些人是不可能能吃唐僧的，他们也知道得把这戏演下去，所以设置各种各样，保准要一吃唐僧了就有这事那事。等真正想吃唐僧的那些妖怪能耐都不大，能耐最大算白骨精，剩下都这耗子精那什么，孙悟空能耐足够应付，一棍子就给他们打死。等那些不想吃唐僧肉角色演员都是孙悟空动不了的。你看孙悟空大闹天宫时威风无比，可你真到下界打妖怪，你会发现狮驼国那个大鹏鸟如来佛祖的咒子能耐比孙悟空还大。你再看黄袍怪带上奎木狼下界，随便跟孙悟空打5、6十合不败。太上老君谁来了，搁个葫芦搁他们瓶子都能把孙悟空收了。你这时候你就发现孙悟空那能耐哪儿去了？大闹天宫把这人打成这样，到下界什么都不是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也是如来佛祖导演的这场戏。唐僧不能死，孙悟空也不能一个人有这么大能力，所以孙悟空一碰到那硬的妖怪，他连自己不上手拼到底，他上天上找人去，找佛祖去，反正这事你们他跟我的，我们来帮忙吧。所以说这幕戏这都是在原先这个大扣里边弄好的，有编剧有导演有演员有角色，大家把这出戏演完了，最后和和美美的西天取经，帮着佛祖把这出戏唱圆满。所以你要按这个思路你看一下整个西游记，这都是设计好的。而且这种设计呢高度的体现了吴承恩对当时封建社会的现实的一种描摹，那就是宗教势力和皇权势力之间的互相利用，不同宗教势力佛道两教的这种争斗，而且以及这里边人的一些劣根性。你看就到了佛祖面前，这要经书了，那两个尊者是不是来点人事啊，意思你给递点啊。这就是吴承恩对现实的一种辛辣的讽刺。我想如果你再拍西游记的话，要把这些东西淋漓尽致的拍出来，我认为这是一种深到骨髓的东西，是真真正正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我们今天接着给大家解析西游记背后一些真实的事儿。咱们看西游记啊，这一路之上，唐僧师徒4人西天取经，9981难，麻烦不少，好多的困难呢不是孙悟空一个人能解决得了的。有的妖怪他打不动，有的妖怪他更惹不起。有人就说呀，说这些了不起的妖怪上头都有人，那都不是说他自己兴风作浪，所以一旦有解决不了的时候，孙悟空往往升天入地找帮手。什么人出现的频率最多呢？2个人，一个是太上老君，一个是观音菩萨。一旦要有难了，保准这俩人出现了，帮助孙悟空收拾这局面。所以说这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是西游记里头必不可少的狠角色。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观音菩萨太上老君是何居心帮助孙悟空。我们看这个西游记它这个神仙体系啊，大致是这么2大部分。其中一部分呢是玉皇大帝为首的，里头有这个太上老君各路神仙。这个总体来说呢是道家的神仙系列。另一边呢是如来佛祖为首的，下边观音啊、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灵吉菩萨、地藏王菩萨，再加上什么18罗汉呢，这是佛家的势力。
就是道和佛这么两派。你看道家尊崇是三清四帝，三清是谁呢？是太清太上老君、上清元始天尊、玉清多宝天尊，也有叫灵宝天尊，也有叫多宝道人的，叫法不一样。这为道，如来佛这边为佛。这个《西游记》原版里头啊，吴承恩写的这现象，说怎么这么多笔墨在佛道上呢？因为佛教和道教在中国历来是争夺世俗势力最为激烈的两个教派。我们都知道佛教呢是西汉汉平帝元年从这个天竺就印度传到中国来的，但道教呢是中国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我们说任何一个宗教他都想扩大自己的势力，所以难免呢他们之间会有一些争斗。那中国历史上呢有佛兴盛的时候，也有道兴盛的时候，但总体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当天下大乱的时候，往往这个道教就兴盛一点，当是太平时间长的时候，佛教的势力往往就兴盛。你看东汉时候我们都知道黄巾军张角信奉五斗米道，那是道教的一个雏形。天下一乱，为什么信道的多呢？因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实现过政教合一。皇上他是世俗的最高领袖，但是宗教里他不是最高领袖。皇上叫什么？叫天子，就老天爷的儿子。那他是老天爷儿子，他上头不还有个爹叫老天吗？这老天谁掌握呢？有时候道教就给掌握过来了。所以谁要造反，想这个弄死这皇上，往往打个旗号叫替天行道。所以天下大乱，往往道教就成为一些造反者可以利用的工具。那等天下太平时间长了，往往佛教就上了。为什么呢？佛教不崇尚杀戮，不崇尚斗争，他不反抗统治者，所以任何一个世俗政权都希望你信佛，老老实实的别给我闹事儿。那么我们也知道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时候是大明，明朝这时候中央集权空前加强，那么这个时候统治者为了更好的控制老百姓，一般来说对佛教的尊崇要略大于道教。所以你看《西游记》里头争来争去，你发现如来佛那边占上风，就是这个佛居上道居下，也是当时的社会现象一种体现。但是他两个里头互相之间你争我夺，这事儿在当时特别多。一部《西游记》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佛和道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你看你要不信，咱就分析前面我说那两个狠角色，观音菩萨和太上老君。观音菩萨是干嘛的？观音菩萨是西天取经的总策划，这个事儿就是他一手推进的。当然是如来佛祖在背后是属于制片人，他算总策划。如来佛祖告诉他，你得想办法。为啥？咱现在这佛的影响啊，就在西天这儿，东土大唐那么多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咱得影响他。怎么办？说你硬往过推，得先搞个市场调查。这观音菩萨就到东土大唐搞市场调查。搞市场调查一看，这大唐这儿没人信这个佛教，他身边跟他的人都泄气，说菩萨咱别闹，没人信咱推进不了。观音菩萨可不同意这观点，这是好事儿，正因为没人信，咱一旦把这拿过来，销量才大。所以这观音菩萨当时商业理念是非常先进，说这没人信，我们才有市场。他采用什么办法呢？擒贼先擒王。你不大唐没人信吗？要是皇上要信了，那可不得了，那下边谁敢不信呢？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导演了一出啊，唐太宗魂游地水，这托梦返魂到这个阎罗王那儿，哎，唐太宗信了。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信了啊。唐太宗先信了，他信了以后，那整个大唐上下大家都围着皇上转呢。最后就冒出唐僧转世投胎，从老陈家这儿最后当和尚，然后成了唐太宗的玉帝，西天取经，一下子变成什么呢？本来是佛教要把自己的影响向大唐推广，就我到你这儿卖东西来了，变成了唐僧呢奉命西天取经，上你那儿买去了，这比送货上门都实惠。
所以观音菩萨这个策划水平是很高的，他就完成了初级的策划。有人说观音有那么大能耐，为什么他是狠角色呢？你看啊，《西游记》原著里边写，这观音到了大唐这块儿，看着个土地庙进去了，跟那土地说：“我是佛祖派我来的，执行秘密任务，你就别问了，你把你地方你走，给我这会儿我办公，当2天我用你这地方。”把土地爷吓得赶紧就撤了。其实观音管不着土地爷，为什么？土地爷归玉皇大帝管，你观音能耐再大，你别的部门的，你也不是我上司，不是我领导，你管不着我。那土地爷为什么怕他怕成那样呢？就足可见观音呢是个比较狠的人物。他说狠什么狠的？你看他不少庙里供观音，哎呦，慈眉善目的一个中年妇女形象，狠什么狠呢？其实不是。在佛教里头，观音是男神，是男的。后来到中国来之后，也不怎么一点点就变成了女的了。而且在《封神演义》里边呢，讲观音的前世叫慈航道人，手里拿一个清净琉璃瓶，这个瓶子可不得了，干嘛的呢？这个不管是人还是畜生，进他这瓶子里就化成血水，把你弄死，就是个挺狠的这么一个位。后来呢，到了《西游记》里，由慈航道人转成观音菩萨了。他不光这个人是个狠角色，心思也歹毒。他怎么歹毒呢？西天取经这一道上经过的地方，总共无外乎给唐僧师徒4人制造麻烦的就3种势力。第一种势力呢是佛教内部势力，还有一种道派的势力，第3种势力是非佛非道的野势力，地方政权。你像白骨精了、蝎子精了这类的。那么对这3种势力呢，本来是有3种办法。第一种是武力消灭，你挡我道我就弄死你，像白骨精。第二种呢是咱讲和，那女儿国那国王虽然没跟你结婚，你让我们过去得了，讲和。第3种方式呢是咱们先讲和，实在讲不下来我再武力消灭。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本来应该这样，这样也减少一些阻力。能讲和讲和，咱过去，咱目的是取经，也不是以消灭妖怪为主要目的。但是观音比较狠，告诉孙悟空，一律给我拿下，甭管什么佛内部的、道内部的地方野势力，沾上死碰上亡，这地方都是我的。他想干嘛？就是通过这个过程，把这些地方势力都消灭掉，这地盘就都成了佛教的地盘，准确来说都成了观音菩萨的地方。因为这里头有不少佛教内部势力的，而这地盘既是佛教又是观音菩萨自个儿控制的，所以这一路之上，观音菩萨用这样的战略，你那么想啊，要真为取经，孙悟空筋斗云呐，108000里，背着唐僧嗖飞到大雷音寺完事了，他为什么还一步一步走呢？那就绝不在取经，而在于占地盘。我走这一道，把从东土大唐到西天之间这108000里的道上所有的地盘我都揽过来，都归我教派，归观音菩萨控制。所以观音菩萨这一道何止是取经的任务，占地盘，扩大佛教领地，扩大自己的个人势力。当然他要用孙悟空，孙悟空是个顶级的金牌杀手，金牌马仔，因为这个人不惹祸他难受，3天不打上房揭瓦，你反正我得收拾2个妖怪，我得打死2个，不打我难受。所以这是观音菩萨的最佳马仔。所以观音菩萨一道他是护着孙悟空的。为啥？地主护着长工，你把长工饿死了，把长工弄死了，谁给地主扛活？我剥削谁去？所以这观音菩萨护着孙悟空。那么你护着孙悟空有目的，就有另一派跟你目的不一样的要弄死孙悟空，那就玉皇大帝这一派，太上老君这派。因为孙猴想当年闹天宫的时候可没少祸害他们，他本来对他就有气。再一个，这一趟是佛教扩大势力的过程，那你扩大的势力就意味着道教的地盘缩小了，所以道家不干，不干他就要阻挠。怎么阻挠呢？首先擒贼先擒王，得把孙猴给灭了。我们前2期节目说到猪八戒，猪八戒其实就是派到取经队伍里一个特工，
但猪八戒这人混蛋，带着任务下来了，一看有吃有喝的，最后还能成佛什么的，算了，此间乐不思蜀也，余则成我不干了，我直接归顺了得了。所以这猪八戒没用了。太上老君一看自己动手吧，怎么动手呢？派自己身边的人，咱都知道有个金角大王、银角大王，这俩人是什么？是太上老君的炉子烧炉子两个童儿，不是他俩跑到下界来，跑到一个地方叫平顶山。你看《西游记》原书里写的非常准确，他是拿着一张图下来的，这图上唐僧师徒四人像都画好了。这个银角大王呢，抓了唐僧，抓了沙僧，抓了猪八戒。金角大王都说抓错了。你看，一般妖怪针对谁来？都针对唐僧嘛，要吃他。哪有见唐僧说抓错的？目的就是针对孙悟空，要收拾他。结果也果不其然，孙猴和他们一照面，差点被金角大王移山倒海那法术给压死。就他这能耐大在哪儿？太上老君给他的，给他指点你该怎么办。所以这一弄的话，孙悟空也没招了，只能找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一看这事儿，太上老君出来挡道来了，也告诉孙悟空该怎么弄。孙悟空小宇宙爆发，把金角大王、银角大王一通收拾，最后把这5件宝贝都给弄来。到这时候，太上老君这厚脸皮劲儿上来，就说我这2个童儿再失败，死就死了，我不管了，这宝贝是我的。太上老君厚着脸皮出来要宝贝。你就想想，他早不出来晚不出来，偏赶孙悟空把他们打赢他再出来，他不闲的吗？他出来跟孙悟空说，哎呀，这是我下边2个童儿，正好我抓不着他，收拾你替我收拾，我谢谢你，把宝贝赶紧还给我吧。再说这不是我干的事啊，是菩萨为考验你。你看这又挑拨离间，他还没说是哪个菩萨，那孙悟空一想就观音呢，那还能谁呀？这倒霉观音他怎么这么收拾我呢？他还挑拨离间。你要说这一个事儿不足以证明太上老君想弄死孙悟空，要跟观音菩萨争地盘。还有个事儿特别典型，太上老君一看派别人也不放心，派自己的坐骑那个青牛。这个历史上有这真事儿，就老子啊，在现在这个陕西函谷关从那儿出去的，叫骑青牛过函谷，青牛西去，紫气东来。这个青牛是老子的坐骑。在天上下来了，青牛精带着太上老君最厉害一个宝贝，一个金刚圈。咱们看《西游记》的时候，金刚圈厉害到什么程度？你什么宝贝扔过来都能给你收了。所以打这孙悟空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这青牛精孙悟空还叫嚣，指着孙悟空别了，你不上头有人吗？你找去吧，你找谁我灭谁，找谁我灭谁。孙悟空一看没招了，找如来佛祖吧，他能耐最大。如来佛祖说，哎呀，这事儿我不好跟你说。如来佛祖知道这青牛精是太上老君的坐骑，他出来挑事儿的就代表着太上老君，我要收拾他，这我不就得罪太上老君了吗？佛祖和道祖两派要争起来，那这就是第3次第4次世界大战了，这收拾不住局面了。所以如来佛祖轻易不肯抓破这脸，还得想办法呀，因为孙悟空是他扶植个傀儡，替他取经呢。想来想去，如来佛祖想个办法，这么着，我呀让18罗汉跟你下去收拾他，带着金丹砂来打这妖精。他这么安排完了，又跟18罗汉说，你们注意啊，要真收拾不了这妖精，你赶紧找太上老君，你求他。因为如来佛祖知道背后这事儿，带了18颗金丹砂往下一打，人家金刚圈一拿，歘把金丹砂收走了。这时候没招了，找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出面了，行啊，我管吧，这是我们家这畜生，快现原形。金刚圈一收，驾着青牛精上天了。有钱能使鬼推磨，你知道金丹砂是什么吗？一颗这么大点金丹砂相当于一座金山，等于如来佛祖用18座金山来贿赂太上老君，这是买路财。我给你18座金山，你赶紧放唐僧师徒走。太上老君也财迷，18座金山，行了，甭杀他了，你赶紧走吧，就这么把他给放了。你听着我说这，你觉得没道理？你把《西游记》原著打开，你看看，我说这是不是真事儿？
他为什么吴承恩这么写呢？最后咱得跟大家说，当时佛道两家都想和世俗政权搭钩来争夺地盘，这里边难免有贿赂乱七八糟的这样的事儿。所以吴承恩也是借用这个笔墨来讽刺一下当时入了俗的佛道两家好多背后的一些勾当。当然他这是说道家太上老君贪财，他后边也没灌如来佛祖。那么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最后要把那经书拿出时候，那两个尊者是有没有什么人事啊？所以吴承恩在这里头哪家也没惯着，他写的是宗教我们说佛教思想道教思想很大程度是一种哲学思维，但是一变成宗教了呢，着了世俗相呢，他肯定就要扩大自己的地盘。你假如说佛本身要普度众生要散财的话，那他何必敛财呢？很多这个庙里头你看让你敬献香火供奉，他有很多钱，这是违背佛家思想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你认为精妙的佛家思想当作佛教的世俗表现。它既然进了世俗表现，就必然有丑有美有善有恶。而在那种专制的压库之下呢，佛道两家为了获得更大的资源，很可能就有一些不太道德不太美观的事情出现。所以吴承恩笔下描写的就是那个时期佛道的一些阴暗的地方。所以我们翻开《西游记》，其实呢，你可以把明朝时候那些社会现象，通过他皮里阳秋的这种描写方式，看到背后的背景到底是什么。好，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